大家好，欢迎来到未来资本的播客电波未来，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Wendy。那在这个万物智能化的时代呢，我们似乎总被一种现代病所裹挟，那就是电量焦虑。我们总在寻找充电器或者是换电的路上。但如果我告诉你啊，仅仅依靠客厅里最普通的灯光就能让这些设备实现永久续航，大家会不会觉得这像是科幻电影里面的场景？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正是将这个科幻场景一步步变成现实的魔法师，研合科技的创始人 CEO 冯凡。冯总好。大家好，各位听友好，我是研合科技的冯凡。对，冯总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哈，其实您是有非常强的整体的这个学术的背景的啊，然后在北大有这个材料学、经济学的这个双学士，然后在哥大又读了这个管理科学与工程。然后毕业了这个之后呢，又干了这个金融，在投行，然后又去了这个 AI 的这个独角兽的这个公司，做了很多实战的这个历练。然后回到这个研合科技的这个创业啊，我们看到研合科技其实是一家非常有这个工程化和落地能力的这样一家公司。那当初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契机，让您觉得说就是在当时的那个时刻，您决定放弃原先的这些的这个光鲜的这个背景，然后开始做研合这样的这个创业这件事情？明白，是这样。我感觉我算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一个人，然后更多的话喜欢参与一些新的事物，然后喜欢跟不同的人打交道，所以说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化学院的一个这个叫做实验的一个人。所以当时就是为什么去读双学位，为什么又去哥大去读一个偏金融和市场方向的一个研究生，核心就是感觉在实验室坐不住，对吧？这可能是当时我在本科或逐渐体现出来的一个特质。然后再回到刚刚您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研合是在为什么在24年这样一个契机诞生出来。其实是我跟我本科的一个同学彭宗阳，他就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能坐得住的人，然后他比较喜欢搞这些科研和研发的一个人。所以当时我跟宗阳，我俩是平时一起老打游戏打篮球，所以说有一次在打游戏的时候过程中，宗阳就问我说你觉得创业是怎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他就跟我聊到因为我们本科都在一个课题组嘛，然后聊到最近我们做的这些东西获得了一些不错的奖项，然后有一些客户也是找到我们说这些东西能不能做商业化的工作，然后他说我们逐渐的去讨论，去严肃的讨论起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我们自己做一家自己的公司去做相关的一些工作。特别是当时我们看到我们做的第一个那个传感器出来，然后这个自己的这个一到这个室内光一照，它就可以亮起来，它就能显示这个温度和湿度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是真不错的一个事情。然后在那一刻，对，我家人还问我这是啥东西，我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传感器。他说它这个东西为啥有一个屏幕？因为当时是光伏板嘛，为啥有个屏幕放在这儿？它是不要换电池吗？我说对，这样不用换电池。包括现在还一直在我家放着。在那个瞬间，我会觉得很有满足感，真正能做到一个实物可以给到别人，可以给到我自己，然后放在家里去使用和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幸福感还是比较强的。在那个时候，我就跟宗阳我们俩就笃定，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值得去做的。所以在23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去组建我们相应的团队。像刚刚您提到，其实研合在做的一件事情，不是一个简单的AI， 不是简单的一个软件团队，不是简单的一个靠实验室的人就可以拼起来的团队。在这过程中的话，其实归根到底还是个制造业，对吧？从生产再到从研发，然后再到产品，然后再到最后的商业化，其实一个比较耦合的几个步骤是都要有的。在这维度下的话，我们找了不少我们的学长，找了不少我们这个搞过生产的朋友。其实当时我们一拍即合，就决定成立这样的一支团队做相关的事情。我们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叫想得多，也没有想那么多。我们就想的是因为我们做钙钛矿已经做了好多年嘛，我们科技组做这个做了20多年，我们其实当时想怎么能够去发挥钙钛矿的优势。其实钙钛矿这种材料其实就是很适合在弱光下去发电，它有这种柔性可定制的优势，然后它可能比起晶硅就是咱们在马路上见到的很多这种太阳能电池或者电站的太阳能电池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我们想的是怎么放大这种优势，然后于是我们就聚焦在这两个行业，就是这个消费和太空，然后开始成立研合，一步一步做到现在。对，因为就是其实您这个刚才讲的，我觉得是一个这个战略选择的这个问题哈。因为一般人可能提到这个光伏和太阳能，脑子里面想到的都是这个光伏的电站，或者是这个现在家用光伏的这个屋顶上可能有巨大的那种硅板。对对对对。那就听您刚才讲，就是说这个研合其实选择了还是一条这个截然不同的这个路，希望是从消费电子的智能穿戴去切入。当时就是选择这条路，消费级的这个钙钛矿到底是一个这个行业共识还是非共识呢？我觉得属于是非共识，因为当时我们
24年开始融资的时候，很多听到最多的话就是觉得，哎，你这个东西没啥市场，这个除了这个 ETC 和这个计算器之外，我也没有见到其他产品在用这些事情，对吧？然后特别消费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空天，大家也很多都说，哎呀，你这个中国一共就100颗卫星，对吧？每年这个增量也很少，你做的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小的一个市场。其实当时比较判定比较坚决，就是非主流赛道，就是很多人不太相信这个东西能做出来，或者很多人不太相信，就是像您提到这，相比于大的电站，相比于屋顶上的每一个这个光伏，对吧？那其实消费的市场会更散或者更凌乱，然后它的这个一次性的采购量肯定比起这些要差很多，所以它相应的市场规模比起来，所谓的这种面向电站级别的万亿市场，应该还会差不少。对。那是什么让您觉得说这个室内的这个弱光啊、消费电子啊，包括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空天，是未来这个钙钛矿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试金石，甚至说有极好的这个行业的这个前景呢？对，在我们的认知，因为经历过一段这个，特别是 AI for Science 从一开始从0到1的一个过程，对吧？我们知道一个新的技术的出现，它不可能一上来去颠覆掉所有的内容，对吧？然后都肯定是从一个细小的赛道去发生，对吧？哪怕现在咱很流行的大模型，其实当时出现也是从聊天软件开始一步一步火到现在，对吧？对，其实当时我们会觉得，一个这个叫伟大的行业发生，或者都是一个新需求创造的过程。但新需求在一开始都会比较小，这是我们当时我和宗阳形成的一个共识想法。然后在这个维度下的话，其实我们就回顾到您提的这个问题，就是钙钛矿到底适合做什么？其实当时说我们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钙钛矿从发展到现在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从第一家公司做的这个到现在有10几年的时间，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产品化或者商业化一直处于一个比较停滞状态。那其实当时我们作为一个后发者，其实比较好的能够有充分的时间去冷静下来去思考，如果我们想做这个创业公司，要想去做这个赛道的创业，到底要该做怎样的工作，对吧？那我们就冷静下来去看钙钛矿适合什么。首先，它是很好的这个一种光电材料，它可以在不同的因为它的带隙是可以调整的，可以在不同的光线下去发电，这是它一个很大的壁垒优势。它就这个东西是晶硅做不到的事情，这是钙钛矿本身天然的一个优势。第二点的话，就是钙钛矿本身是一个薄膜太阳电池嘛，它这个可定制化和柔性生产能力又比较强，对吧？这是一个也是晶硅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它本身的一个优势。第三个的话，就是它可以弯曲，它可以做各种的这个形状，不仅是这种平面形状，这立体形状都可以实现，对吧？这些场景就造成了它有很多是晶硅做不到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坚持一个逻辑，就是要做就是做晶硅做不到的事情。因为现在中国的光伏产业发展是极其这个叫伟大和极其不错的，在这个维度下的话，你要想做一个新的出来的话，必须要找新的一些优势场景，这就是钙钛矿本身的优势。然后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背景。第二点的话，就是刚提到为什么我们会从消费电子去入手，其实我们当时看到了一个趋势，就是所有的设备和所有的功能都在降功耗。对吧？你像一开始一个这个叫摄像头吧，比如说我们叫监控的场景，可能功耗是在瓦级，其实在23年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公司已经可以推到毫瓦级。对吧？这是一个数量级的一个功耗的降低，对吧？然后我们的不论是这个摄像头的这个功能出发，还是很多的一些主控芯片，到我们的存储芯片，再到我们所有的一些细小的一些功能，它的功耗都在大量降低。在降低的过程中的话，相当于是就是有一个跷跷板的2层，一个就是这边的功耗我在降低，另一个就是钙钛矿的效率比起之前，我们大家都接触过很多的这种室内光能，就比如说计算器，对吧？卡西欧的计算器，这是每个小孩都会这个经历这个成长起来的，对吧？还有很多 ETC， 其实上面都已经有光伏片了，那是叫非晶硅，那叫第一代光伏太阳能电池，用在室内的。那现在钙钛矿的话，比起非晶硅效率已经提升了5-6倍的状态，就相当于是我们的发电能力也在增加。所以在这维度下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耦合，就是我们的这个应用侧的功耗大幅的降低，对，然后发电侧的功耗在这个效率的大幅提升，这样的话就使得我们一下子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应用场景就变得对，一下子做了很多。比如说当时从只有的这个计算器和 ECC 出发，到温湿度计，对吧？到大量的遥控器，到我们现在的智能门锁，包括我们的手表、手机，对吧？一下子就可以做了很多的事情。就是我们真正实现到，就是沿河在做的就是打造一个充电器。我们希望所有的这个设备都可以有一个源源不断电输入进来，因为光是一直是最好的能源的来源嘛，对吧？马斯克也说了，地球上最好的能源就是太阳光，对吧？那不论是我们的户外还是室内，都有各种形式的光。那其实就是我们希望把一个这系列的光变成一系列能源，不断的给我们的设备充进去，这可能就是我们希望在做的一些事情。对，其实第一次跟这个冯总聊的这个时候，我也非常惊喜的这个发现，其实
我很早就用过这个您公司的这个产品，因为就是我家买的这个就电视机，它的这个遥控器其实就是你们现在就是提供的这个盖泰快的这个产品来做这个充电的这个电源的。对，是的。所以你会看到能源在这个人的生活过程中永远都是一个无尽的需求，因为大家总希望有一个东西一直没有电，一直不用去充电，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希望去实现的事情。我之前看到过沿河有一个这个标签，说是叫这个200勒克斯，对，那其实就是你能跟大家说一下这个200勒克斯它大概是一个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亮度嘛？然后就是为什么这个标签对这个沿河来说这么有意思？对，200勒克斯就是因为咱们生活中很多场景啊，比如说咱们晚上在家里看电视的这种场景，对吧？其实在这种晚上的室内灯光下的话，基本就是200勒克斯到500勒克斯的一个区间，对吧？然后在咱们平时室内办公的场景的话呢，可能就是500勒克斯到1000勒克斯左右的一个纬度。然后另一个200勒克斯，比如说是我们在傍晚太阳落下的之后，比如说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场景，也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纬度，就是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定的场景，整体的灯光会弱很多。那基本上很多车库也都是一个200勒克斯的一个存在环境。我们就希望用这样比较弱的一个灯光下，然后能够支撑我们大部分的智能设备，比如说像刚刚您提到的遥控器，对吧？在这200勒克斯下，基本就可以实现一个永续，大家就再也不用去换电池了。对，我也看了很多的就是关于沿河的这个报道，包括之前就是我们在访谈当中其实也聊过一些。我是觉得说，作为一家这个创业公司，沿河的整体的速度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快的，因为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我们24年就开始跟彭总这边去聊这个概念，然后成立了这个湖南的这个公司，一直到去年的这个8月份，25年的这个8月份，然后我们的一个全自动化的这个量产的这个产线的一共前后就用了这个18个月的这个时间。这个其实在我是感觉这个硬科技的制造的这个领域或者创业公司里面，这样的这个速度是极快的。这个确实为什么能做到这么飞速？是这样，就是您会发现，就是沿河整体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团队，对吧？你像我跟宗阳，我们都是95后，我们大部分的平均年龄其实也都很多成员特别偏向研发侧，都是不到30岁的，对吧？只是我们工程侧确实需要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在这维度下的话，其实我跟宗阳一致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希望做这个事情，特别创业公司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我们希望给这个不论是投资人也好，不论是给我们自己也好，不论是给客户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时间的保证。在这维度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决策和快速的推进。对，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走一些弯路，但我们会相信这个弯路会对我们的最终的下步的成长是有帮助的。所以在这维度下，我们就希望就是沿河一定要求快。当然那个技术研发这个工作，我们扎实的在科技组做了接近有20年的时间，对吧？包括这个行业的积累，得益于一些行业的巨头，包括一些设备的一些供应商，他们的这个技术积累也积累这个10年时间，基于这样的一个中国的一个比较好的钙钛矿发展的一个行业优势。所以说为什么沿河才能够既能够本身建得快，然后也能够跑得快的原因，其实是两方面的一个综合。一方面就是团队有很大的因素，但另一方面的话，就是我们会认为中国现在这个创业环境和本身钙钛矿的一个制造环境还是比较不错的，有比较好的一个行业的扎实一个积累。只是沿河想要做的事情，之前在国内也好，在国际上是比较少的，对吧？但只是说这个技术的一些生产逻辑是比较相对成熟一些的。对，就像您说的，就从我们这个实验室里边的这个产品，一直到工厂里的这个全自动的流水线，那就您讲起来可能云淡风轻啊，但是我们这个就是产业里的人可能都知道说，这个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工程天谴就在这个里面的。那回望就当时的这个18个月里边，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非常绝望或者是难的这个时刻？然后这个团队是怎么熬过来的？我觉得确实就像您说的，我们当时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其实低估了从实验室到中室，特别是中室到产线这一段的这个距离，对吧？其实当时我们在中室，我们24年7月份中室平台正式跑通，然后跑了大概半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当时中室的结果已经很不错了，然后只是有些客户总觉得，哎，你是个中式平台，然后你做不了量产，然后当时我和宗阳就说，哎，这个量产有什么难的，对吧？我们买更好的设备，我们买更好的这个自动化的条件，这个东西肯定是都能解决的。所以当时我们在24年底的时候就拍板
决定上一条产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后来回顾啊，就是为什么在8月甚至到12月时才达到达产的这个阶段，其实当时我们是忽略到了原来从中试到量产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步子，对吧？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设备的精度不是说它好了，它就一定是那个叫精度会更高的，对吧？它因为是考虑到全自动化，因为从中试它可能是每一个步骤都是人可以去参与，对吧？每个步骤它都可以单独停下来，然后去为你下一个步骤去做改变，毕竟是个实验平台嘛，对吧？对，在产线上就是一个，但就不能这么操作，产线就是一个一致求稳的一个阶段，对吧？特别是缺点就是我跟宗阳也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我俩没有做过制造业，对吧？虽然我们家里也有做制造业的，包括我们也有制造业的团队的，但其实作为2个核心创始人，其实我们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对吧？其实我们也比较显著的知道这个知识，但你会发现在实操过程中，其实很多沟沟坎坎，其实和实验还是差的很多的。其实制造业我理解就是把复杂问题标准化，把标准问题自动化，对吧？这样的话就会和中试各种人参与，各种的这个叫比如说停止，我可以去做一些改变。是完全不一样的。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是要每台设备的试验的操作精度，对吧？然后对应起来的自动化的一个操作精度，包括每台设备的操作误差是耦合还是叠加等等这些小的一些问题，其实和我们在中试的时候都没有遇到过。当时我们记得很痛苦一件事情，我们是6月份就开始批量的在生产一些片子了，对吧？然后我们因为为啥这么着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订单，在8月份需要去交付，所以说当时我们就赶在6月份抓紧去把它给跑通。然后结果会发现，我们觉得调个半个月1个月就高低都能给它这个供出来了，对，结果发现确实不行。我们从6月份一直延期到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延了近5个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想尽了就像您提的一切办法，就是提良率、降成本，然后提它的这个一致性和可靠性，对吧？然后有时候就会发现，哎呀，这好不容易能做出来，良率极低，有可能是1000个里面只能挑出10个来，就10%的良率，或者是有时候5%的良率。然后有时候这个叫做出来之后良率高了之后，你就发现批次交给客户之后又有一致性的问题，因为你这个正负切的一些公差啦，包括安装上的一些细节，你可能达不到他的要求。来回一个订单，这个就拖了得5个多月。然后一个订单我们发货就来回发了都有10几次，在过程中一直都有一些小的问题。然后当时我们就觉得，特别是在中间啊，就是发到第5次、第6次的时候，一度十分的绝望，就是哎呀，我靠，这个到底能不能这个叫量产？到底量产还有哪些问题？我们不知道，就害怕。我们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看手机嘛，然后看手机的第一件事就害怕有产线发消息，因为我们是24小时跑的，我们晚上有晚班，然后就害怕晚班有啥信息发给我们。然后当时有一度换了这个 PTSD， 只要看手机，只要飞书一有消息，我就觉得哎呀，完了肯定是坏消息，对吧？然后特别早上看飞书和微信消息，就感觉到大部分都是坏消息，所以说当时还是很痛苦的。就是作为年轻人，我们确实低估了制造业的一个难度，对吧？在这个过程中，为啥我们觉得还是比较幸运，还是能够到现在沿河比较顺利的跑起来？就是像当时那个客户对我们包容真的很大，对吧？对，我刚才也听到说这个十几次，然后来来回回的换。当时我们跟他吃饭，我说但凡是我是你，我都忍不了这么多，对吧？你干2、3次坏了我就已经忍不了了，你说10几次还能包容到我们现在，对吧？我们现在跟他们合作也是比较紧密和密切的。然后在这维度下，他们对我们的一个调整，他们调整不仅仅是我们产品调整，他们一度来了好多次，在我们产线上告诉我们，供应链该怎么管，对吧？你在过程中产线的一些生产流程该怎么管，他们是真正根据他们那个生产的经验来去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去一点一些调整。我觉得过程中其实为什么我们说现在中国的创业环境真的还是很好的，就是很多人很包容你去做一些内容，特别是面对新技术，大家也知道需要一些时间，他们会给你足够的这个信心和足够的一些资源，就支撑你不断往下走。对，这是我们当时觉得就是确实很痛苦。这个那天跟宗阳还开玩笑，我说发际线再这样下去，咱俩迟早有一天有一个人会先秃头的，对吧？目前只是我现在还稍微领先一点点，这个现在看着还这个非常好，对吧？这个马上感觉头发掉的也会越来越快了，对。对，我自己的感受还是听到的，就是说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当中，包括是投资人啊，包括是客户啊，包括是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个行业的伙伴，就是一个好汉3个帮，反正很多人在这个帮忙，对对对，并且的话就是说本身沿合自己的这个成长力、韧性和学习能力，我觉得也是在这几个月的时间是经过了这个巨大的这个考验，这个得到了证明的。对对对，其实我会发现，当你经历过挫折的时候，大家的这个就像您提到，信心和一致性会更强，对吧？大家也都，你像我们当时几个产品负责人，天天就是微信上一早起来就是给客户道歉，对吧？这个又出了什么问题，对吧？又出了什么延期
期，对吧？在这个维度下，你会发现到现在就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的销售团队和我们的产品团队可以更好的有机结合，因为他们经历过磨难，其实我会觉得确实也都是宝贵的财富，对吧？只要肯学习，我那天我就觉得只要肯厚着脸皮，对吧？只要你能接受失败，然后能面对失败，我觉得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成长。对，特别好。我记得之前就是这个也提到过，我们沿河内部其实有一个非常挑战性的这个目标，说要把我们整体的组件还有储能的模块的成本要做到跟6节5号电池一样。而且这个据说现在的这个目标已经完成了80%左右了。对，是的。那剩下的那个20%是物理极限的挑战，还是这个就是规模化这个之后它会自然下降呢？我们现在更多的目标，我们其实奔着是2节5号电池。我们给自己提了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希望，比如说现在买2节比较知名的这种品牌的5号电池，可能就是2到3块钱，对吧？对。我们希望整套的模组的这个价格就跟2节5号电池一样，那就更高了。对，就希望能给到我们的终端的客户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价值体系，让他们知道这个东西不仅好用，而且还便宜。这毕竟是所有人都会问到一个问题，对吧？然后目前现阶段哈，就像您提到的，剩下20%，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规模化的降本去进行这个叫成本的一个优化，通过我们出货量的一个增大。现在来说的话，我们的每个月你会看到，随着我们量的增大之后，我们的一些供应商就会主动会跟我们去进行一些调价。他会之前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小的市场，但现在来说，我们采购量一下增加之后，他们也会配专门的人和专门的成员来去帮着我们去一起调一些内容，他会优化他们的一个生产工艺，然后他们的成本就会降低，进而对于我们采购的一些成本就会降低，我们整体的一个面向客户的一个售价就会不断的去进行调整和降低。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认为这个沿河真正的护城河是我们的这个材料配方，还是我们的这个工程化产业线上的这些实际的know how呢？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耦合的状态，就是我会认为是设备、工艺、材料是一个3者耦合的一个阶段。就像刚刚我也提到，就是你会发现在量产的时候，真的是牵一发动全身。就是设备，首先为啥说设备也是耦合？就是设备的操作精度会决定于你工艺的一个工艺的操作窗口，对吧？这2个是相结合起来的。然后工艺的操作窗口又是取决于材料的一个配方体系，所以这3个维度是一个比较高程度的一个耦合。这是为什么现在来说，真正是在做消费级量产线的这个工厂，只有沿河我们这一家，只有在常德那一家工厂在做。核心就是这其实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调通。对，3者怎么能够做到一个批量的一致的出货，这是最难的。其实你做中式，你做个几千片或者小几万片，其实很简单的事情，对吧？我可以通过人来去控制每一步的流程，这其实对大家挑战来说是不多的。但你真正上升到现在我们出货的100万级，或者是有部分场景是近1000万级的一个出货量，在这维度的话，你只能是依靠于自动化去进行一个批量的生产和销售。这个过程中的话，就会对你刚刚提到的设备、工艺和材料配方进行一个更严苛的一个考验。这样的话，就不能再靠人去参与，尽量的是减少人，是变成这种自动化或者一致化才是最好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维度下的话，我觉得壁垒的话是这几个方面就会越来越高。我们希望现在做到产品叫做无感化，比如说我们和智能门锁的产品，能不能让它现在大家会看到的一些在市面上发售的产品，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光伏板，对吧？那我们现在在跟客户们迭代的下一代产品，就是能不能看不到这个光伏板，就是它能够和你的这个有一些比如说密码触摸屏了等等，可以做一个有机融合，对吧？这样外观的一致性和美观就会更好，对吧？就比如说我们的键盘上现在能看到光伏板是光能键盘，对吧？那有一天能不能看不到光伏板，它还是个光能键盘，对吧？这是我们在做的下一代的一个改进和调节的方向。对，明白。今年的这个 CES 展上，然后这个应该是已经展出了很多，就是跟你们已经合作的这个产品，像联想啊、绿米啊，然后追觅啊，然后很多的这个产品。那就是当这些这个消费电子这个巨头第一次看到你们的这个产品的这个时候，当时他们是什么样的这个反应啊？然后有没有一些产品是这个真的是跟这个客户一起共创、一起做出来的？是这样，就是其实你会发现在当时我们找到他们，或者他们来找到我们时，他们其实大家心里都已经有一个预设的产品的想法了，对吧？只是说真正能够量产的高功率的这种光伏的技术还没有出现，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点，就是特别像比如说键盘了，对吧？其实你会
会看到市面上已经有发售的光能键盘了，只是它的可能效率还是不够高，对吧？它的面积还是比较大，它能不能做得更精致美观，它能不能有更小的面积发挥出更多的电量来，对吧？这是大家需要去解决和面对的一些问题，对，这是当时一个逻辑。但在这个维度下，因为研合的这个效率在提升，对吧？所以说我们也在做一些新的产品，比如说这个不说品牌，就最近比如说我们跟一个智能家居厂我们在合作是啥呢？就是光能的壁纸墙。就是我们希望通过室内这种光墙的话，我可以给除了电视之外的一些放在电视机上的所有的智能终端，可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供电，对吧？就是我们把壁纸做成光伏的。就是这样的话，因为我可以做成不同的这个图案和颜色嘛，对吧？对，相当于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视背面的这个壁纸墙都是光伏的，只要室内开灯它就可以发电，比如说路由器啦等等设备都是有电的，对吧？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些新的设计，就是因为是刚刚提到钙带矿的这个发电能力在提升，对吧？所以它可以包含去做更多的一些工作，是之前非晶硅也好或者 OPV 也好做不到的事情。这个如果是智能家居当中的一环的话，我感觉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惊险，就闭环了，对吧？就非常，这真的是非常科幻，就这个满墙的这个壁纸就已经给屋子里面大部分的这个设备可以开始自动的充电了。对，你像还有一个更有意思的，就是应该会在今年年底吧，就我们会发布一个衣服其实不是给人穿的，是给机器人穿的。你会发现在工厂里面的假设咱们有一天希望所有的机器人能够在这个工厂里面取代人去干所有的工作，对吧？那它总有一个问题，现在就是续航可能半个小时或1个小时，对吧？你不能拧1个小时螺丝，我回去这个换电歇半个小时，对吧？那其实还不如人在那这个拧得快，对吧？在这维度下，其实机器人能不能一直有电，特别是人形机器人或者一些可移动机器人一直能不能有电，这其实就我们在跟一个客户在合作开发的，就比如说我们给他们披上一个外套，对吧？我可以让他的这个机器人在比较强的灯光下，我可以一直给他相当于加上一个电线，我可以一直给它充电，我可以让它从原来的1小时现在提升到2小时，对吧？随着我们的效率提升和他们的功率的降低，我们能变成3个小时、4个小时，终有一天会不会变成12个小时？就真正跟人的这个生产工次是一样的，对吧？8个小时我休息一次，对吧？这样的整体的生产效率就会提升。对，然后这个应该是说组件就是也更轻，对，更轻，对机器人本身的可能负重啊什么的，对，就几克或者10几克嘛，对，就是你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轻薄可折叠，然后可贴合各种的异形的这个曲面，这个那就这是比如说衣服，对然后这个帐篷，对然后甚至说就是我们现在在那些无人机的这个机翼，然后甚至说是不是有一天汽车部分的这个功能，它曲面的这个车身上其实都有可能会变成这个发电机。对，这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一次那个汽车的百人会，然后当时这个欧阳院士也提到了，就是终有一天他们是希望车翼也可以做成钙带矿的，对吧？这样的话我可以给车提供更多的一些面积，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发电能力，对吧？这肯定是我们最终的目标，但核心就是迈向那一步，我是觉得现在还是有一定难度和挑战的。当然我们也在做不断的这个尝试，比如说从现在合作的车载的充电宝，对吧？逐渐的涨到车上本身的充电能力，对吧？我们也是需要一步一步的去提升，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提升钙带矿本身的一个稳定性，对吧？因为车这样的话就是一个10几年陪伴一个家庭的一个环境了。对，这个而且它的条件还更严苛，因为它在户外，对吧？是，它需要经历风吹日晒，对，这钙带矿还是面临这样环境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存在的，对吧？在这维度下，研合也在不断的研发，能让它的寿命，比如说从现在的3年到5年，然后5年再到8年，或8年能不能到更长的10年或者10年以上的时间？这是我们在围绕柔性钙带矿再去展开的一些更深层次的研发和探索。对，这个汽车那个我比较好奇，是不是这个主要还是在天幕上？对，现在主要的场景的话，核心是在天幕上，对吧？天幕上不过会有2个问题啊，就是虽然我们也是做这个叫会有一些车载光伏的案例啊，对，但问题确实是比较骨感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有限的面积，对吧？大部分的车景可能就是2平方米左右，对吧？在有限的面积下的话，你还是在一个有限的光照的使用环境下，因为大部分的车不会专门停在光线暴晒的地方，因为车内的温度也会很高，对吧？人不想一上车，哎呀，这个热的要死，对吧？在这维度下的话，它光的入射的角度也会和我们的电站不太一样，电站可以做到垂直入射，对吧？但车的话，可能大部分就20-30度一个倾角，那其实它能够吸收的光的能量就会比较少。这是为什么？是我们也尝试过跟几个厂商合作过车载光伏的，但最后来这个项目没有变成真正的产品，核心的体现在它最后能给车带来发电能力。
还是太弱了，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有的。但我们相信在未来，就像您提到的，在3到5年这个维度下，我相信会有部分的车就开始会搭载像哪些有具有这样的功能的这个叫产品进行出现了。对，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有没有跟我一样的这个感觉啊，就是说从房间里面万物皆可永久续航，一直到这个浩瀚的这个星空，然后为什么像我们消费级的这个钙钛矿团队这个会想着说我要切入说太空光伏呢？然后这个地面的弱光技术跟这个航天的技术里面有哪些的这个相通和迁移的这个优势？对，是这样，就是当时刚刚一开始也提到了嘛，其实沿河在做钙钛矿，其实我们就说在充分发挥钙钛矿的优势，对吧？那钙钛矿刚刚提到的轻质薄，这是它本身的优势。除此之外的话，钙钛矿它抗辐照能力会比较强，所以我们一直坚持就做晶硅做不到的事情。所以当时在沿河在23年底24年初的时候就提出了我们的一个使命，就是让光伏走进万家灯火，让光伏走进浩瀚宇宙。这其实沿河一直在坚持做的2件事情。那太空呢，确实跟地面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那跟车的话，好处就在它面积可以无限的放大，对吧？它的在太空里面的光照强度会稍微强，但没有强那么多，因为它强了很多，可能都是光伏电池板的吸收不了的这个波段和能量。所以在这维度下的话，那钙钛矿能发挥的优势，就特别是在咱们当下的商业航天。为什么太光伏突然在今年火了？其实核心就是咱们在航天上面的商业需求会多了，对吧？不论是从6级通信，还是到现在军用里面比较火的这种气象遥感的数据，然后再到未来的这个太空算力，对吧？算力是。这样的话，一个太空的需求在增加了，需求增加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对能源的增加，对吧？如果只是一个简单的遥感卫星，我可能几千瓦或者是10几千瓦就够了，对吧？但是你像马斯克要发的这种大型的算力卫星，那可能要吉瓦级的能量才能够。在这维度下，在中国常用体制可能用的是砷化钾碳的电池，对吧？它有个缺点就是成本太高。那如果用晶硅的话，那可能就会面临到重量的问题，对吧？那为什么钙钛矿脱颖而出？就是刚刚提到它轻质柔薄，它耐辐照能力会强一点，对吧？它有这样的优势，就会使得在未来的这个太空上的应用就可以一是更便宜、更大规模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使用，这是它的优点。当然，在这维度下，还是回到就像刚车上的问题，它的和刚刚您提到在太空链本身的一个问题，它有更严苛的使用环境，对吧？它的温度更高，它要正负的150度，甚至高到150度，对吧？日常的话，正负80到100度的一个环境。然后在这温度下的话，在围绕地球转的过程中有的快速的这种冷热交替的要求，对你本身材料的热胀冷缩各种的温度系数是比较高的内容。第三个的话就是除了辐照之外，还有原子氧等等的一些高能粒子的射线，对吧？对你本身的太阳能电池也会有一个结构上的破坏。然后另一个维度就是这个东西坏了就坏了，你修不了。所以咱们在天上卫星坏了，不可能人上去再修，对吧？在这对你可靠性其实提高了更高的要求。在这维度下，就相当于钙钛矿它有足够的优势，但同时它需要去解决足够的劣势。这是为什么沿河在做的过程中，其实当时一开始采纳这2条路线，确实也吃了不少苦，因为你会提到这是2个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我们做的配方也完全都不一样的。变到天上的话，我们都不能有有机体系在里头的，对吧？在地上的话还得保持有机体系，因为你要抗水氧，对吧？在这维度下，你放在天上还意味着你要在地上还要过一段时间才能组装，对吧？你像我们现在卫星当然我们几个卫星都在发射场在等着发了，但其实你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就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地面上去待着，对吧？你还要克服到地面安装的这段时间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在这维度下还是2个研发体系还是一方面打架，你这个今天该谁用这个机子去做相关的实验，对吧？另一个人就不开心，就是我这边还有大量工作没完成呢，对吧？所以我们就是咬着牙挺到现在好起来了，就研发这个叫这个数量的增多，对吧？我们研发设备的增多，就会使得我们相对2个体系会走得比较融洽一些。本身就是我们的钙钛矿在抗辐照上面的这个优势是很明显的，同时就是像寿命啊、稳定性啊，这具体到底是该怎么去解决这样的这个核心难题呢？对，能说吗？那必须的，这个因为行业都比较现实嘛。然后你像砷化钾为啥特别好，就是能做到8年，甚至有的可以做到10几年，对吧？对，这现在是主流的一些卫星上都在用，因为它确实可靠。那钙钛矿现在需要去证明，就是它得需要可靠，对吧？那其实为什么现在沿河我们在今年在大量的做一些发射工作和验证工作，核心就是要告诉大家是在它到底是处于一个怎样可靠的阶段，对吧？目前来说的话，我们单节我们预估比起砷化钾的8到10几年，应该还是差倍数的这个区别。我们预计应该在今年可以完成一个2年到3年的一个初步的寿命的一个实现和验证。然后在天上的话，我们估计在28年的时候会拿到第一批的验证结果。因为在28年，我们期望应该是效率衰减不会超过7%。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平。那毕竟生化钾肯定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距离在走。那所幸好处就在于我足够轻，我发射成本可以足够低，对吧？我可以做成柔性翼，比如说我们马上会8月份发的就是一个柔性的一个太阳翼，对吧？在那个维度下的话，我可以做成这个卷曲弯的，对吧？我的形态可以变。第三个呢，就是我成本可以足够低，这是它的优势。就比起现在的一些程度，不论是比起晶硅还是生化钾来说，钙钛矿有的劣势比较明显，就是寿命还是比较短，但它优势也比较明显，它规模化的成本了，这个叫可弯曲了，不怕碎了，这些优势还是比较显著的。对，您觉得说就是这个离它真的是可以就是用大概可能还有这个我会这样去对判断，就是比如说在一些低轨卫星啊，就特别是这种商业卫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特别是低轨轨道的这些，我会觉得是27年底到28年的时候就开始可以进行批量商业化了。因为在那个时候的话，钙钛矿特别是我们沿河本身在轨的数据比较充分了，对吧？可以告诉大部分这个叫商业化公司，就是我可以以极低的方式，可以原来比如说1/50，甚至我们可以做到100%的成本结构，给你提供一个更性价比更高的一个能源方式。因为在这种中低轨的卫星，特别是在低轨的一些科学卫星啊，部分的通讯卫星了，部分的一些遥感卫星，其实它的寿命本身也没有那么长，大部分设计也就是在3到5年的一个阶段下，在这维度下，其实钙矿的电池的寿命就是可以做一个有效的匹配，对吧？特别在27年底、28年初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然后您说高轨，然后真正做到10年，我觉得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对吧？我觉得可能要再放到5年到8年这个时间维度上来去做。那钙钛矿的它的寿命可以不断的验证，因为太空比较麻烦一些，你需要验证这个事情只有在天上验证，地面上的各种加速老化你都说服不了最终的这个应用方，对吧？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必须要给我实际的证明了我才敢去用，因为毕竟一个卫星刚才提到从发到天上来是比较贵的一件事情，对吧？然后另一个维度就是它坏了也没人修，特别是能源坏了，这个卫星就彻底坏了，对吧？所以对他们来说，对这个的内容肯定是要求比较有一个冗余的 buffer 在的，对吧？但我们还是希望就是在未来发展，特别在30年开始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参与到月球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建设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人类会要来到月球，对吧？也以月球为一个跳板，包括马斯克也好，中国也好，都会以月球为一个跳板，上我们更深空的火星等等的一些星球走去，对吧？在这维度下的话，那想想只要人类在的地方，必须要有能源。那能源在太空里面，能源目前来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太阳能，对吧？那我们希望在未来月球的在大量建设基地的时候，就会有沿河的声音，我们会提供更便宜、更性价比更高，因为你要发就不是发几块太阳电池板，可能要发几十瓶或几百瓶或上千瓶的一个太阳电池板，那我更轻，对吧？我提供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能源的方式，这可能是我们未来，比如说在30年开始，我们希望去开始建设和参与的过程。当然，沿河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开始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和努力了。对，我听了这个沿河在浩瀚星空的这个梦想和已经实现的一些的我们的这个计划之后，我想聊聊就是团队，像您就是和宗洋就是都本身就是材料化学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专家，然后您有这个金融啊，然后这个创业公司的这个经历，然后我想工程化很重要，就是良率嘛，就是肯定是有非常好的这个工程化的产业化的这个人才在做这个事情。还有您刚才说的就是跟您的这个大客户销售一起去跟客户这边这个去聊，然后做这个B to B 的这个销售。我们说这几种人的这个思维其实整合在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作为一个年轻的这个创业者和 CEO， 您是怎么去平衡内部就是这样的这个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这个文化的？对。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我们沿河形成了一个比较默契的一个共识，就是以产品和客户为导向。就是我们希望所有的事情是以这个前端的反馈进行后续的一系列的调整。所以在这维度下，我们比较清晰的有一个认知，就是目前来说虽然不一定都对啊，但至少在沿河在快速发展过程中，我们希望就是说以客户说的为主。对，只要他给我们一个提议的方向，我们会尽量去达成。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个评估结果，就是技术可能有时候会说这个不靠谱，对吧？这个实现不了，对吧？那至于能实现多少，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努力结果。在这维度下，我们希望以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想法能够进行迭代，因为我们说好不一定是好，对吧？但只要客户说好，我们觉得目前来说对我们来一定是好，因为它能持续的下单，能够在终端的市场反馈上是好的，对吧？对于创业公司来说，最重要的，我个人想法是觉得要活下去，对吧？不论是通过融钱还是通过赚钱，最好的肯定是通过赚钱去活下去，对吧？那肯定是商业化是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导向。然
然后另一个维度的话，就是当时我们为什么会选取消费和太空这两个赛道，也是更快的希望钙钛矿能够实现商业化，对吧？对。那在这维度下呢，其实从商业化，然后再卖到产品化，然后再到最后的量产的交付，对吧？其实你要解决问题还是比较多，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也不知道是谁，像您说的，也不知道谁说的是对的，谁说的不对，对吧？对我们来说真的很简单，只要客户说的不对，说你不对，那我们就证明肯定会有很多问题，对吧？我们会常推着我们的生产和技术都到一线去，跟着销售跑一跑客户，对吧？让大家看一看，穿上别人的鞋子看一看，这个在前面是如何卑微的去这个探知任何一切事情的，对吧？你毕竟还是个乙方，对吧？不能有乙方的这个还有甲方的病，这是最痛苦的事情，对吧？所以说还是得贴近实际的去看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会怎么去评估你的技术，对。特别有意思。那这个我最后一个问题啊，然后如果是我们把时间线拉长到10年以后，到2036年，如果就是我们沿河科技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愿景我们都实现了，您认为就2036年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会发生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改变？我们最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会希望的就是到36年，这个10年跨度比较久，我是希望哪怕到我们的手机，到这些比较大功耗的一些智能设备都是不用去充电了，大家出差的时候就不需要带任何的充电器，没电了的话，你在窗台上或者在室内开会的时候放一下，它就可以不断的去充电，对吧？在我们所有的智能设备里面都不要去放任何的电池或者插任何的电线，然后在我们的生产侧的话，所有的场景都是有足够多的电量，比如我们的传感器、智能传感器，我可以在10年维度下不用换电，对吧？我们的这个机器人可以披着我们光伏的衣服在工厂里面工作，然后也不用去1个小时或半个小时换电池，对吧？所以我们的窗帘、我们的窗户上都有我们的光伏电池板，对吧？我给我的家庭的大功率电器，比如说我的空调了、像电视了，提供源源不断的电力，对吧？真正的不需要去依靠于大型的电站去做相关的一些工作，对吧？真正形成一个微型的能量终端在家庭侧，然后我形成一个更微型的能量终端在我们的智能硬件侧，对吧？然后我们再仰望到天上36年，我相信人类那个时候已经开迈出了向火星探索的第一步，对吧？我们希望从卫星到这个叫月球基地都能见到沿河本身产品的一个身影，真正给大家提供一个低成本但高质量和高性价比的一个充电的模块，对吧？我们希望有一个飞船能够带着，当然我们现在也跟飞船公司在合作，做着这个有沿河的太阳能薄膜的这种柔性的外壳，对吧？可以飞到一个更远的一个升空，这可能是我们希望那个时候能够去实现出来的场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冯总非常精彩的分享，感谢。对，特别是这个冯总刚才给10年后发送的那条这个电波，也让我对这个2036年充满了这个期待。能够去想象在不远的这个将来，您刚才提到的我们的这个智能汽车的天幕，然后我们可穿在身上的这个衣服，甚至说身边的每一个小物件都能像植物一样进行光合作用在这个万物智能的世界里，让电量焦虑彻底成为历史。那可以说从这个200 lux 的室内微光到极端的太空环境下的星辰大海，我们在冯总身上看到了新一代中国硬科技创业者有的务实和浪漫，所以再次感谢冯总做客我们的电波未来。感谢你们的邀请和各位听众。对，好的。那最后感谢各位听友收听我们的电波未来，我们会持续邀请不同领域的投资人、创业者以及行业专家来跟大家分享关于未来的洞见，也欢迎各位听友在 Neo Radio 小宇宙、B 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平台订阅我们的栏目，在电波中听见未来。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